何庭波他有講，這不是橫空出世的東西。6年前，華為遇到什麼？美國制裁嘛，在這個半導體產業裡面，製程已經很緊縮了。你到1.4奈米以後，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再刻啊，能夠再刻到更小嗎？邏輯堆疊的這个概念，是他用了7萬名工程師去腦力激盪了6年才出來的。何庭波認為說，中國的智慧應該是可以達到的，所以他特別成立了莫爺小組，我們一定要成功。在中美科技戰，帶大家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華為最新喊出的話題，在這場科技戰當中，他說呢，接下來他不需要用到最先進的光刻機設備 ，EUV 也能夠充作類似的1.4奈米的製程，並且呢，在此刻拋出了濤定律來挑戰，掌握了半世紀的摩爾定律。大陸真的準備好了嗎？這個半導體的新遊戲規則會不會來改寫全球規則？還是一次只是科技戰的大宣傳？機會跟挑戰，今天來看。第二件事情，再來看到的是華為在秋季會推出的這個是麒麟2026年，號稱是靠這個邏輯折疊就可以逼近台積電它的初代3奈米。中國是否已經可以真的繞開 EUV 封鎖，走自己的新路了呢？是美國逼出來的自主體系嗎？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現在大陸方面也開始限制它的 AI 人才出境了，到把這些科技人才視為這個國家的戰略資產。北京是否已經全面進入這個科技的總動員了呢？中美科技戰，今天一起從這個地緣政治來做解讀。好，最新消息我們趕快要來看到的是華為的董事，同時呢，他也是半導體業務部的總裁，他叫何庭波。25號這一天呢，他正式的宣告的事情是呢，他說呢，正式拋出的全新半導體的理論。今天我們會來討論的就是這個濤定律哦，宣告說後摩爾時代已經正式來臨了，並且他也說呢，就在今年秋天哦，就會正式的推出這個是麒麟2026的晶片，首度導入的技術就是邏輯折疊的技術了，效能據傳恐怕逼近了台積電初級的3奈米。同時間來看到濤定律，剛剛特別講了嘛，它是可以透過邏輯折疊的技術，在不依賴 EUV 機子外光曝光機的這個狀況之下，預估最快2031年要來量產1.4奈米的晶片。剛剛講了說，他說這個摩爾定律將會這個落伍哦，因為它主導了半世紀的時間，主要是透過這種縮小電晶體尺寸來增加它的效能。他說呢，這個已經到達了物理的極限，接下來會從空間競爭轉向時間的效率。摩爾定律走的是這種空間的競爭，他認為已經到極限了，所以時間效率未來會從電晶體、電路、晶片到資料中心，每一層都去增加、減少它等待傳輸跟計算的時間。好，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漢庭怎麼看了。現在華為喊出的不靠 EUV 也能做到1.4奈米的全新科技革命，真的能夠做到嗎？剛剛還有講說，這一款是在秋季會推出的麒麟2026晶片，逼近台積電3奈米水準，真的可以不靠 EUV 嗎？那漢庭怎麼看？其實重點不僅僅是在1.4奈米，而是說中國大陸它確實在後摩爾時代用了另外一條的方式來達到或接近1.4奈米的等效密度以及等效性能，接近到那個點級。在過去的摩爾時代定律，也就是說每到1年半跟2年之間，我們呢所承載的晶圓體上面的晶片就會更小，而且它承載的內容就會更多。但是呢，它的總會達到物理的極限，而且也會衍生很多的問題，所以才需要有EUV 啊，才能夠刻得很細。但是呢，你刻到那麼細，到了1.4，它總會有個極限。所以如果過去是說我們如何在現在這個圓桌子上塞的更多的東西，好，把它塞得越來越小啊，然後東西做得越來越小啊。那現在華為的設計是說，如果我們發現這一條中間的道路啊，它如果沒什麼效率的話，我們是不是把這個效路的連接，甚至呢是把整個桌子折疊起來？本來呢是說我跟思敏的這個座位，我們要把它設計成什麼道路？現在是說我們利用空間的折疊，啥呢？我們就想要把它折疊在一起。這個時候立刻整個晶圓體就能夠連通。所以是它的整個設計方向以及後續所有的程式都是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那這個樣子呢就能夠突破過去純粹的物理極限。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凸顯的並不是單純說繞開了 EUV 或者它能夠攻克到多少奈米，而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國產芯片能夠完全的等同於目前世界其他非中國大陸制的最優秀的性能，而且這種方式如果再加上 EUV 的方式，那很可能就會產生幾何式的爆發增長。所以先前黄仁勳在接受到美國訪問的時候，他才會說，如果我們繼續禁止美國的晶片賣給大陸，那麼大陸就會有自己的國產晶片，導致美國會完全的失去中國的市場。而現在，如果我們再看到華為的這個所謂滔定律，可能已經正要實現了。所以卡得住光刻機，卡不住思路；卡得住線寬，卡不住時間。過去拼的呢是怎麼樣把房子塞小啊，但是呢，這個現在拼的是怎麼樣讓道路不塞車。所以過去賭的是空間極限，但滔定律賭的呢是系統的極致。所以当然並不是說現在有了滔定律之後 EUV 就等同於廢紙，不是，它只不過是在 EUV 之外又重新開了一條新的道路。所以未来這個道路那能夠走到多遠，以及它實際上在今年所誕生的這個手機，它的效能跟性能跟過去的相比會怎麼樣，還有待於實際上的檢驗。好，所以中美接下來会不会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體系哦？過去的這個艾斯摩爾會走一個空間體系，那現在的滔定律會走一個時間的體系，但是呢，現在說性能會幾乎是相當的，可以達到1.4奈米。那同樣的問題，現在包括了這個輝達、艾斯摩爾都很緊張，那幹哥又怎麼看？好，那何庭波他有講啊，那不是橫空出世的東西，他們已經研發6年了，你知道為什麼？很簡單，6年前。華為遇到什麼？美國制裁嘛，對不對？但是在這個半導體產業裡面，就像漢庭剛剛講的，其實製程已經很緊縮了。你到1.4奈米以後，你艾斯摩爾的光刻機再刻啊，能夠再刻到更小嗎？所以這就說邏輯堆疊的這個概念，是他用了7萬名工程師去腦力激盪了6年才出來的。他舉例啊。何庭波他就講，他說：“我是看了都江堰的故事哈，我就覺得說，古代的人怎麼那麼厲害？當時沒有推土機，也沒有 AI 運算，但是那個父子李彬父子，他們竟然能夠做出這麼好的，就在你想想看，2000年前能夠做出那樣子好的水利工程，這就啟發了何庭波認為說，中國的智慧應該是可以達到的，所以他特別成立了。”莫爺小組，什麼叫莫爺小組啊？哦，原來莫爺小組是干將跟莫爺，大家知道這是最有名的越王劍啊，干將跟莫爺這2把劍，對不對？他說我成立了這個小組之後呢，就是莫爺小組，你們一定要成功。當時他真的也是篳路藍縷啦，那這個概念現在能不能夠被接受？很快，2026就是麒麟2026最新的堆疊技術就要出來了。那在馬上應用在這個手機上，號稱每平方毫米有2.38億顆電晶體啊，2.38億顆電晶體。那想請問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它是真正的達到了技術的突破呢？其實分析師有講哦，就是我們客觀的來講一下，就是說，他們是有所保留的。為什麼？就像就是說，這個在它意義上。它不是真正的1.4奈米，也就是說，你把那個幾何縮小，變成了什麼？提升時間效率。為什麼？因為產業都面臨了瓶頸。何庭波他說：“我希望未來5到10年，我們是走出半導體的另一條路出來。”那這個概念會不會真正的形成？雖然它不是意義上的真正的1.4奈米，但是呢，它在效能上，它真正達到了1.4奈米。但是再過2年、3年之後，是不是有更新的技術？連何庭波自己都不敢保證。所以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的团队已經做到這樣子了，可是将來能不能夠做到更好？其實老實講一句，這個只有天下哈，真的只怕有心人吶。那要講到台積電，為什麼我們的台積電這麼厲害？因為台積電的1.4奈米2028就要真的出來了。台積電永遠都是一個人的50，為什麼？因為它的良率是最好的。那個三星跟 SK 海力士根本就不能夠跟它比，所以為什麼
蘋果的要求啊，這些大客戶的要求，台積電始終能夠達到，因為它的良率不會只有40%，它根本就是讓客戶非常放心的。所以它的1.4奈米真正推出來的時候，你會發現說，真的，也就是說，台積電它在技術上的優勢，其實華為在3年、5年之內，很可能是沒有辦法超越它的。所以今天我相信在下半年的麒麟2026這個新的手機出來之後呢，是不是真的那個堆疊技術有這麼好？分析師警告，你的邏輯堆疊概念其實很創新，但是堆得越高，它的邊際效益遞減就越嚴重。你有解決這個技術方面的問題嗎？我們等到新的手機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驗證何庭波你說的究竟能不能夠實現，我們就拭目以待吧。好，那所以代表說，接下來中美之間在這一場科技戰，甚至晶片戰之後，會走一個完全自己獨立的科技壁壘嘛？我們看到技術，現在華為走自己獨立的一個技術，現在呢說人才，中國大陸也要培養自己的一整套人才，甚至說，如果你這些高階的科技人才要出國的話，未來還要向主管機關來獲得准許才可以出國。這是來自於彭博社的最新報道說，包括了阿里巴巴呀、深度求索、DeepSeek 這一些 AI 人才，未来你要出境的話，主管機關要先批准才可以，就怕這些技術外流嗎？那 Eric 玉君怎麼看？因為這個 AI 技術或者是科技技術，它的本質其實是人才戰因為它需要人去研發，它需要人去把它研發的這個成果，去把它這個可以說是 manufacture 出來所以美國跟中國現在呢，可能未來會有不同，就建立成不同的體系。那因為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 AI 這個科技的時候，我們一直都認為說，未來大國競爭，不管是在國力或經濟上，可能 AI 的贏家就是最後的贏家。那現在呢，中國它是一個政策的變質，它把民營科技公司納入它國家的列管，這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一個逆轉吶。那因為它是一個等於是一個倒潮流嘛，以前中國都是跟世界接軌，讓人才自由的流動，他到美國，然後可能再回中國。那现在他是不是要犧牲這某方面的一個開放紅利，去保持最佳的人才呢？我們來看一些有趣的數字，就是說中國有總共大概有440萬的工程師，美國只有200萬。那為什麼是彭博社把這個新聞弄出來？因為美國希望引進很多中國的科技人才跟工程師，他們發現說，這些人被中國的一些可能沒有辦法出國啊，或者是沒有辦法拿到他們的這個可以出國的簽證啊，所以這新聞才會出來。所以中國在看這個問題上，他如果用鏡像美國的話，他剛好是一個倒反的。美國希望中國的人才，中國希望保留自己的人才，他也不一定希望美國的所謂的其他的人才到中國去，所以這變成2道牆，美國筑一道牆，中國筑一道牆。好，這是很有趣，就是雙方這個壁壘分明，它是人才、武器、AI 的冷戰。那它總共有4條鏈，這個戰略邏輯上呢，它是全面的數管，它是晶片是一條鏈，我們剛才有討論到，人才是一條鏈，原料跟數據，因為 AI 最後需要數據來跑嘛，所以從這整個不管是政策的變質，或者是從這個所謂的整個體系上面的數管呢，它已經不是備戰了，好，它基本上呢已經開戰，只是沒有開火而已。剛剛特別提到的中美科技戰，首先先看到今天的火線話題，一共是3個，我們等一下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華為喊出的，接下來不用再靠西方國家的 EUV 了，也能夠衝刺在1奈米。1.4奈米，並且拋出了涛定律，這個是什麼？等一下會請專家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這個定律可以挑戰摩爾定律，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大突破，也會準備改寫全球半導體遊戲的規則嗎？第二件事情是回顧一下，華為在過去6年一共是量產了381款的晶片。黃仁勳自己坦言了，大陸的 AI 市場已經逐漸的
在美國方面對大陸市場逐漸失守了。艾斯摩爾也罕見的因為了這個美國對中的限制而槓上了華府，反對出口管制。全球晶片的供應鏈現在已經升級為一個政治問題嗎？在中國大陸快速的衝刺之下，艾斯摩爾輝達霸權還能夠穩得住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請全國之力要來拼半導體產業嗎？一方面推了這個法案要圍堵大陸的晶片，要求盟友一起圍堵中國。到馬斯克他宣布要蓋這個超級晶圓廠帝國，這一場科技之戰背後搶奪的是 AI 霸權，也或是美元或人民幣霸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科技戰，這一回真的會改寫規則的一個新的突破新階段了。最新消息，華為正式的拋出了全新的半導體理論涛定律，透過逻輯折疊的技術是可以不依賴 EUV 極紫外光機的曝光機的。最快他說2031年就可以做到量產1.4奈米的晶片了。一旦成真，等於是公然挑戰了過去数十年來稱霸的摩爾定律。我們趕快來看到華為過去的成績，這6年來量產了包括了381款的晶片，今年秋天還會再推出它的新一代麒麟手機晶片，號稱透過這一種邏輯折疊的技術，可以搭配晶片大幅提升 AI 的運算以及它的能源效率。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趕快請聶老師來帶我們關心到的華為拋出了這個涛定律，而且不用到 EUV 就可以把晶片持續推進到1.4奈米。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神奇的技術？真的可能做到嗎？摩爾定律現在被說已經逼近到了物理的極限，難道未來是在靠先進製程，還是另外一場全新的架構革命？那聶老師怎麼看？好，其實我這裡要科普一下，還好我有一些工學院的背景，而且我一直在教數量方法。有一個字，希臘字非常之重要，我相信我不科普，很多人還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涛。我不知道2位知不知道？因為我是工學背景的，知道嗎？知道嗎？你們可能都不知道。涛就是這個字，涛是什麼東西？希臘字就是 T 的希臘字。T 是什麼？就是時間 time。好，這樣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非常清楚，涛定律就是維持它另外一種可以超前的這個速度，也就是這個效能更超前，它是用時間的壓縮，而不是過去用把一個同樣的一個單位中，比如晶片或叫基體電路，把以前的電晶體啊，把它壓縮，一直壓小，那小到你根本看不到。什麼叫奈米技術？越小，同一個單位裡面放越多的這個電晶體在裡面，它走越多的電路，你可以在越小的地方做到越超強的能量，不是這樣嗎？就做小，大家知道哈。那小到很小的時候，你就必須靠一個東西。我跟你講，你顯微鏡是不是可以才能看到很小的東西？你就必須靠那個所謂的極光機啊、EUV 啊，這個所有的這個艾斯摩爾荷蘭就專門做這一塊，讓你很小的東西可以光照進去呢，真的照那個藍圖，你才可以把電路照過去。那小到不行，再小再壓縮，你就會發現就會超過我們後來在前幾年講的叫摩爾定律達到了極限。那我先回顧一下，我們基本的科普一下，什麼叫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呢，是當時不可一世的一家非常厲害的基地電路公司，叫 Intel。在我那個美國讀書的年代，所有的電腦，我們不管當時的 Clone 啊，從那個 PC， 我們從286、386到486，當時記憶體只有256，可以到1 mega、2 mega。我在美國開過電腦公司啊，先報告一下。也就在那個年代，我們所看到西方加上去就叫 INT 5個字 ，Intel 不可一世的當 CEO 叫做 Gordon Moore。他就覺得他們太厲害了，我跟你是，他認為我們可以在18個月到24個月，也就是2年之內，讓我們所有的一樣的東西，我們越來越壓縮，技術越來越好，讓你越來越小，越來越好。你看到一樣的東西，我可以做到越高效能，越高效能，越來越厲害。每2年加速2倍的含量在裡面，越來越什麼東西小。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實啊，這個我們講的我們的對岸華為，因為受到了晶片制裁，剛剛講到6年。不是麒麟的這個麒麟這個晶片，不是供給華為手機，好像越做越棒，好像怎麼也不太輸，有沒有？當然，它還沒有辦法做到先進奈米製程。雖然我們的中國大陸它的成熟奈米製程在全球 way alone 已經真的掌控了全世界
任何我們不管民用的大部分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的使用的 gadget 的商品。可是你知道比較高科技、很先進的這些奈米製程啊，甚至3奈米以下的，我們講台積電基本上全球一枝獨秀嘛，就是三星還有 Intel 早就大概在這個方面退場了啦，它只能銜接這個台積電過去來把它的技術技能再加持。我現在重點就在那當對岸被大家知道，川普1.0還沒有打那麼凶，在2019、20的時候，那個拜登的時候就開始對華為做產生的禁令。那大家要知道，當時在2018年是先對知道華為很厲害，先把孟晚舟抓起來，把他這個弄了30天，有沒有？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告訴大家說，美國看到華為的成長，他不讓他成長，因此對他做了非常多的壓縮。這之後呢，在華為讓他無洞可鑽的這種制裁之下，3次的清單，到了2020，那我們的對岸真的受不了，他只好用他過去曾經提過一個定律，這個定律其實他們很早就提出來了。那這個有一個人，我們必須講一下，叫做1996年入到華為進去的一個女人，叫做何庭波啦。這個人呢、啊，跟大家講一下，她是一個董事。你不要小看這個人，他是雙碩士啊，他也沒拿到像我這樣拿博士。重點博士不重要，他是一個物理和通信的雙學位。重要是他是湖南人啊，抱歉啊，因為我也是湖南人。重要是湖南人很能做事，很有 guts， 做事就專注，就跟最近有一個機車叫張雪一樣。都是湖南人，湖南出才子啊！就毛澤東不也湖南人？好，重點來了，也就是我們這種湖南的精神打拼。他當時做他的業務部門，就辦到業務部門 CEO 也做到最強最厲害，所以他被稱為叫華為晶片之王、晶片女神，或者叫做技術女神哦。這樣一個女孩子，你知道被他們重用。好，這時候他就不斷的推陳出新，他因此做出了一個用過去的濤的定律來說，我們用加速的方式，不需要縮小。好，那他就用行動說，在一個城市中就這麼大，你的地崎嶇不平，我們就盡量蓋道路，盡量蓋道路，越蓋越多，越塞越多，越塞越多。好，這個我們基地店越來越多。可重點，他用另外一招，他說我們用折疊邏輯折疊的方式 ，logic， 你知道嗎？那種折疊的方式，要 fold 它 ，fold 什麼意思呢？就是疊加，疊加之後它可以超強。各位想想，我國中就畫了一個，我們講畫公路，畫高速公路，我就畫了天上的公路。你知道，你一旦超過了地上你還要繞路，還要碰到崎嶇地形，它是用高架模式，並直接到對岸。我要強調就是，它是用超速的方式去做，也就是不是把這個容量一直壓小，而是把時間加速，把時間變短啊，不是小而短的方式。這個東西叫 time 就是濤，希臘，所以叫濤定律。有人當時把它定成叫何庭波嘛，何氏定律 ，Hurst law，no， 它叫濤 law。好 ，anyway， 這是現在華為要做的。那因此呢，這時候它只做速度的加快啊，就是縮短，而不是縮小。你覺得還需要 EUV 嗎？對。所以荷蘭會擔心啊。那當然，它現在要做1奈米，不是說它可以做到這麼小到1.4奈米，那是一個大小的概念。他說它的效能可以達到1.4奈米這樣的一個邏輯折疊，讓它可以做到。即便先進製程，就我們講1.4奈米好，2奈米，甚至將來到1奈米好，所做的東西，華為用這種邏輯折疊方式，一樣濤定律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我們看到華為最新宣布的這個新突破濤定律，這個消息一出來，真的是坐實了現在艾斯摩爾跟輝達可以說他們的噩夢，因為他們先前就已經預言說中國大陸很可能會超車，現在等於是坐實這個噩夢即將要成真了嗎？我們來看到，所以呢，這2家公司企業的大佬趕快站出來喊話。首先是艾斯摩爾的執行長福克罕見發了一個重話，他說持續對大陸市場的出口限制只會加速中國的自主研發，而且他也用沙漠求生來比喻中國大陸現在在自主研發的這一條路上面。他說他可以在逆境中自給自足哦。對於艾斯摩爾來說，他說現在此刻就是存亡的問題了，並且他也從這當中看到了具體的數字。中國大陸艾斯摩爾在中國大陸的營收佔比會從去年的33%，在今年會暴跌到20%，所以荷蘭政府已經正式的向華府表達了不滿。而美國到底是祭出了什麼政策？事實上就是在4月份祭出的這個 Match 的法案，要求不管是盟友日本啊、荷蘭都會限制賣這一些高階的，不管是先進設備、晶片等等 EUV 啊、DUV 給中國大陸。那另外一方面，一方面我們看到艾斯摩爾是抱怨美國所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現在得知的一個消息是，艾斯摩爾執行長私下證實他有跟馬斯克會談，因為馬斯克呢最新他說他計劃蓋一個高達1190億美元的 Terafab
超級晶圓廠的計劃，地點選在德州。接下來會打造的是整合邏輯晶片、記憶體、先進封裝這一種超大型的晶圓帝國，被視為說，難道現在美國也要複製中國大陸的模式嗎？透過這種國家的力量，再加上科技巨擘的這種力量，一起來扶植當地的半導體產業嗎？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說了噩夢成真的，還有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了，他再次的點說，在美國的出口管制之下，輝達已經把中國的 AI 晶片市場大致上都拱手讓給華為了，聽起來有點認輸的感覺哦。那麼他還強調說，華為在今年會非常的強，尤其是在接下來的一年，他說他會再創佳績，而且本土晶片生態鏈也發展得非常好。接下來，華為可以完全不靠 EUV 發展出它走出它的新的一條路嗎？對於艾斯摩爾跟輝達來說，又會有多大的一個威脅？那這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嗎？謝大使怎麼看？對，這個就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所以艾斯摩爾很緊張。我想全世界这些有關晶片的主要的大廠啊，還有就是說晶片設備的製造廠，我想現在都在還要想搞清楚到底什麼叫什麼濤定律啊，這個要不然就是趕快學，要不然就是搞清楚對它這個產業造成衝擊有多大，剛剛摸清楚。我想這應該包括我們台灣的這個我們所謂代工產業啊，我想衝擊一樣大，一樣大，因為這個就很簡單嘛，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的一進步啊，會把一整代的東西全部淘汰掉。鐵路出來的時候，中國的大運河就沒什麼用了，全世界大運河都沒用了。不靠運河漕運啊！你要說在中國在清末的時候，清朝以前全部都是漕運，北方、南方，然後呢，重要運輸都是靠船啊，漕運啊，所以有這個青幫，這個所有的都要有規則的啊。那鐵路一出來以後，中國所有的運河都淤塞了，就是這麼現實啊。那你更不要講說，我們小時候可能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以前哇，Sony ，Sony 這個啊，多讓人向往啊。現在你看它不行啊，它就主要它沒有跟上這個科技發展的腳步，它的產品沒有跟上來。那更不要講日本當時做那些什麼 做那些什麼 Walkphone 啊那些National 啊，現在沒有了。那現在唱片大家是玩家在玩了。以前我們聽音樂都是唱片，唱片錄音帶一出來，唱片就沒了，唱片也通通關門。然後呢，CD 一出來以後，那個錄音帶也沒了。現在 CD 你也買不到了。對，為什麼買不到？現在大家都用手機直接把音樂都 download 下來，或者我在手機上就加入這個音樂網站就可以啊。車上也可以聽，走到哪都可以聽，要聽什麼都可以聽。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隔代換代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你是會被淘汰掉，因為這個所謂時間縮微嘛，他剛剛那個聶教授也講得非常清楚，時間縮微，過去是什麼？是物理縮微，把你這個物質把它縮嘛。那現在他是用另外一個概念來做，就完全另闢蹊徑嘛。同樣產生的效果，他說我2031年我做出來的晶片就是達到1.4奈米的效能，對不對？那怎麼做的話，可能我的整個內部設計各方面都不一樣了。是，對，所以他說，所以最近就變成就是說，當時華為在被這個封殺的時候，他花了大概4年的時間嘛，1500多天嘛，我記得他們講1500多個日子裡面，他們突圍了，也就是那個他當時的那個晶片，手機的晶片突圍。那當時手機一出來就是 Mate 60P 嘛，我記得 Mate 60一出來的時候，哇，各國都把它那個手機趕快買去，把它那裡面的核心處理器拿出來拆，一拆出來發覺，果然是中國大陸做的，不是外面什麼我們台積電幫他做，沒有了。然後呢，中國大陸設計的，純指7奈米，那就很奇怪，怎麼做得出7奈米？那他現在已經講了，他們已經用這個所謂的這個定律這個時間的這個定律來怎麼樣？已經設計了300多個晶片了，然後2031年就要做出1.4奈米等量的這樣子的晶片了。你說這些公司哪個不緊張啊？對。如果我們台灣有公司不緊張的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個實在是一個大地震。對，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全新的科技革命，剛剛講了嘛，這個包括了各個科技產業大佬都非常緊張，不管是輝達，不管是艾斯摩爾。那同一時間呢，艾斯摩爾現在是另闢一個新的商機的一個新管道嗎？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執行長特別跟馬斯克聯繫上了，因為馬斯克說要在美國的德州這邊蓋一座超級晶圓廠，而且是砸1000億美元的。現在被解讀是不是美國也要複製大陸的模式，做到請國家之力來扶植半導體產業？那這背後爭奪的是 AI 科技的主權，幹哥又怎麼看？但是我是覺得哈，馬斯克他如果要造一個超級工廠，那個依照艾斯摩爾那個執行長哈傅凱啊他所講的哈，就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crazy plan， 非常瘋狂的計劃。因為他說第一步投資下去就是我們台灣投資美國的那個價錢，就200億美金先丟了，但到最後這個廠在德州這個廠規模會大到1200億美金，那是多大的廠啊？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1200億美金，馬斯克他要怎麼個融資法呢，才能夠融資到那麼多？政府不幫忙，我看很難的。所以剛才思明講的沒有錯，也就是說要扶植自己的產業。而馬斯克在跟傅凱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傅凱說他很認真哎，本公司艾斯摩爾是全球唯一能夠做深紫外光刻機的。我是每天都要等着那個什麼SK 海力士啊，或者是英特爾啊，抱着現金來找我。為什麼？只有本公司做得出來，只有艾斯摩爾做得出來。可是你不讓我艾斯摩爾賣深紫外光刻機給大陸，給中國。對，你知道我們少了多少營收嗎？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他講的不是我講的，他坦白講一句，他說雖然艾斯摩爾很賺錢，但是在銀根上面，老實講一句，每一家像這樣子的半導體啊，像這樣子的公司啊，他們都是在跟時間在賽跑的，真的一定是這樣子。輝達也一樣。所以我一旦失去了這個市場會怎麼樣？大家就曉得了嘛。然後馬斯克跟他談的時候，馬斯克非常緊張，非常認真跟他談這個事情。他說：“總裁，我跟你講哈，我馬斯克我一定要，為什麼你知道？因為我的特斯拉跟以後我的星鏈的整個系統，沒有你們艾斯摩爾的東西，我們是做不出來的。是，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重視我們未來，就說我們這個電動車以及星鏈計劃，再過10年，能不能夠仍然引導着世界的潮流？這個是馬斯克他最關心的。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他說：“我跟你講，這個封裝廠啊，是從生產到測試到封裝一體成型。我們現在聽起來就好像跟着像華為一樣的嘛。美國人從來不幹這種事情的，現在幹了，你就知道說他們的危機意識有多高。所以你就在想，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他所講的最後那一句話，說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把 AI 晶片的市場還給華為，我們還給華為，我們不要了。以前我有1/5的利潤是從這邊來的，我們現在通通還給他。為什麼？因為你讓我們失去了這個市場，就像艾斯摩爾也是一樣，他現在也失去了，也是一樣失去這個市場啊。但是當然那個1.4奈米是不是真的在2031年能夠成功啊？現在看起來還有好幾年，但最後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話，那要倒霉的是誰？川普已經做完他的總統了，是美國的產業要倒霉，這就是事實。科技消息趕快來看到的是艾斯摩爾帶頭公開，終於要倒戈了，怒嗆美國的封鎖只會養大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另外一方面，今天會來看到的是這一間科技公司中微現在打進了3奈米製程，華為逼退了輝達，殺出血路。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看到美國跟中國大陸打這一場科技戰，一路的封鎖許多大陸的科技包括從華為開始，還封鎖了 EUV、DUV， 讓中國大陸拿不到。那麼最新消息呢？美國國會現在準備推出了這個是硬體技術控制多邊協同法案，意思就是說，不只是美國對於中國會有所限制，要求呢美國的盟友啊，你對於中國出口也要更多的加緊管制這個出口。那麼歐洲國家現在這個半導體巨擘呢，他就率先說他不服氣了。他是誰呢？
就是艾斯摩爾了。荷蘭政府的部分，我們來看到，像美國正式的提出了抗議。艾斯摩爾在此刻開始意識到了，就是因為你美國親手不斷的限制中國大陸，甚至要求艾斯摩爾禁止出售自己的光刻機給大陸，造成大陸現在是這個競爭對手啊，正在不斷的壯大當中。我們來看到艾斯摩爾的高層怎麼說。首先是執行長傅凱，他說用沙漠求生來比喻，美國越封鎖，中國大陸就會不斷的加速自己的研發，開墾出自己的菜園，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前艾斯摩爾的技術長馬丁也直接說了，5年之內大陸就會成為艾斯摩爾最強勁的競爭對手。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你還要繼續對大陸做封鎖措施嗎？確實，我們來看到大陸近年來的變化，是整條供應鏈是在加速成型當中的。今天特別來看到了這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中國大陸的蚀刻機之父尹志堯公開發話，他說：“我們已經有能力做全球最先進的設備了。”他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我們要來看到他現在已經正式的切入到3奈米到5奈米的節點，這是來自於他的蝕刻設備哦，打入最先進的3奈米、5奈米了。他也說呢，中芯國際也直接跟我們下單了，一買就是採購800台的這個設備。我們來看到低溫的蝕刻設計的技術有哪一些重大的突破？主要就是它可以一直做層層的堆疊，最多呢是達到400層，那麼提升的是3D 的 NAND 堆疊的作用，在低溫零下20度以下可以做施行。這項技術本來是美國跟日本所擁有的技術，現在大陸等於是突破了。那因此，美國也開始在想說，過去對於大陸的種種限制到底有沒有做對？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看到美國越封鎖，是不是加速了大陸半導體的全條鏈的形成呢？荷蘭接下來會怎麼做呢？真的會配合美國嗎？還是會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苑老師怎麼看？這個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美國政府裡頭制定政策的人啊，是違反這個自由交易的原則。然而這些實際上從事這些技術的人呢，包含這個黃仁勳啊，或者說是蘇姿豐啦，或是這個傅凱啊，這些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 CEO 的話，他們是覺得說這個技術啊，就是要強調是屬於這個自由流通的原則。那我剛剛稍微跟大家強調一下，這個傅凱啊，他也就是艾斯摩爾的 CEO 啊，他講了什麼話呢？他講說在目前為止啊，有關於這個光刻機啊，不管是 DUV 或者 EUV 啊，那當然的，荷蘭最高級的是 EUV， 還有更先進的。那麼他們目前的話呢，所制造出來的芯片的話，是這個求大於供啊，就是說是大家需求量非常大，所以说現在這個是一個擴張領土、佔據你的影響力的機會啊。那包含黃仁勳的 NVIDIA 的話呢，它的這個生態叫 CUDA， 也是希望借這個機會讓大家能夠習慣於用他們的產品，就像我們現在用的那個 Microsoft 的電腦裡面的軟體是一樣道理。是。那但是他講的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我們這個荷蘭的 ASML 的利潤非常豐厚啊。所以說，該能賺錢的時候，這個做生意的人心裡都非常明白，能賺錢的時候不賺，那麼等到以後沒機會了，你再努力也沒有用了。所以這裡面基本上牽涉到2種經營的觀念不同。但是第3點的話呢，這個傅凱他講的觀念是這樣子，他說呢，如果你現在不賣比較好的機器給中國的話呢，那就等於是說把他們送到沙漠去，然後不給他們任何食物的時候，你要記住，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創造出或是耕出自己的食物來的時候，他們一定要這樣做，因為那是生存問題。他講了這個生存問題，所以這裡面的話，我跟大家說補充一下。所以我覺得傅凱講這個問題的話，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現在做這種半導體科技、做芯片、做晶片的，大部分都是長我們這種臉，荷蘭是唯一的例外哦。就美國也是我們這種臉啊，你做 AI 的更是我們這種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就是因為是我們這種臉，所以你看看那個中國的這個光刻機之父尹志堯，也就是我們這種臉，你認為中國做不出來嗎？這個是哲學的問題啊。就是說，我們人做科技，科技不是發明啊，科技是發現。發現什麼？發現自然的規律。發現自然的規律以後呢，經過了積體電路的集結，讓它變成能夠使得自然會屬於我們的控制之下。你只是發現規律，只有上帝能發明。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假以時日，終必有成。所以黃仁勳講到說，哇，我們現在在市場上已經是，如果我們不賣給中國，那中國的華為就馬上取代我們。那你現在看到中興啦。
啦，然後中微啊什麼都陸陸續續出來了。我給你坦白講，最多3到5年全部都出來了，不用了，也不用你麻煩了。对，確實哦，如艾斯摩爾的這個前技術長特別講了，就是5年之內，就是中國大陸會成為艾斯摩爾最大的競爭對手。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接下來有辦法來自己建立自主的半導體相關供應鏈嗎？那酈將軍怎麼看這些評論？美國國會已經大幅的刪減對中國這個晶片設施裝備的一個禁運的清單了。為什麼美國會突然說是開放，然後刪除掉禁運的清單呢？就是很多的技術中國自己本身做出來，其中有一個最明顯的就是低溫蝕刻的這個技術，對，中國自己已經可以做得出來。那在這種狀況下，美國國會說我在對你實施禁運清單已經毫無意義了。那這個美國其實從一開始他發現中國也有機會，有這個能力發展晶片以後。我們知道，他說採取的就是小院高牆的策略嘛。我從幾件事情，從時間序來跟各位觀眾做一個報告。在2018年的時候，中國那時候為了發展自己的晶片，知道中芯國際為了做出這個先進的晶片他去買了 EUV 的，跟艾斯摩爾買了 EUV 光刻機。但是後來被美國攔下來，不准你賣給中國，所以中國那時候就沒有 EUV 它就不可能生產先進晶片。但是那個時候還給 DUV， 那中國利用 DUV， 它居然原來認為只能做出28奈米成熟製程的，但是中國自己本身利用這個 DUV 重複曝光的技術，雖然說是良率可能比較低可是它因此而也做出來所謂7奈米的晶片。大家還記得嗎？在2023年的時候，那個華為它的 Mate 60做出來以後，大家嚇一跳，美國嚇一跳說你怎麼可能做出這種7奈米的晶片？我不是對你禁運這個光刻機嗎？那你怎麼可能有7奈米的 Mate 60用的是7奈米的晶片？所以那是證明。後來大家去猜半天，研究半天，後來沒想到中國居然是用 DUV 這個做出來的。那所以因此这個美國也叫艾斯摩爾開始對 DUV 也要管制。對。所以艾斯摩爾人家會講這種話嘛？你如果一直對他管制，他到最後你就逼着他自己做出他自己的晶片出來。所以因此我們看到在2020年的時候，這個中微就是這一家這個中微這一家，中微可以比照就是荷蘭的艾斯摩爾啦，它是做光刻機的，叫中微那中芯大概比照台積電是生產晶片的。那如果說再往上面的話，像這個 NVIDIA 他們是設計晶片，大概區分為這3個層次。那中微那時候在2020年的時候，它已經可以做出28奈米的晶片的這個機器出來。那現在來講的話，甚至於在2023年的時候，這個荷蘭的艾斯摩爾，它在中國的營收佔比已經很明顯的下降，因為中國來講，我就不需要再去，我自己可以做出中微，自己可以做出光刻機，那我做出28奈米，那我幹嘛還要跟你買 DUV， 還要跟你買這些設備，買這些東西之後，如果說後續來講維修保養維護，我都會被你卡脖子，那我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裝備，用自己的公司器材設施來做。這也就是黃仁勳為什麼說中國的這個，如果說再不趕快把這晶片賣給中國來講的話這個中國自己以後不管是從這個最底層的中微的光刻機這中芯國際的製造光片，甚至於更高層的設計晶片，甚至於 DeepSeek 它都可以做出自己的 AI 系統出來，所以說黃仁勳才會這麼着急。好，確實在美國的這個封鎖之下，我們看到艾斯摩爾這一次成為了一個受害者，所以自己呢，包括執行長跟前技術長都特別出來喊話，就是他們的設備賣不出去，反倒幫助大陸加速做這個設備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另外一個受害的廠商，就是往更上游走了，就是晶片設計廠商，它是輝達。黃仁勳現在呢，乾脆也不演了，直接坦承中國市場，乾脆我們就是全部拱手讓人了，全部讓給華為吧，甚至公開就稱讚說華為非常的強，而且呢，他直接說了，今年華為會迎來非常非凡的一年。超微執行長蘇姿豐一樣的在半導體晶片設計廠商，他也說，不再期待最先進的晶片能夠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了，代表如黃仁勳說的嗎？接下來 AI 市場會完全的全權都交給華為了嗎？等於說黃仁勳完全放棄了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要從2個方面來看，因為中國大陸為什麼有這個底氣、有這個實力？從2方面，第一個我們看論文發表數，我們論文發表數，中國大陸在2025年論文發表數總共是15萬篇，在國際期刊呢，不是你在國內的，這個具有這個學術地位的，這個被引用率
就是它熱點論文，你論文有的时候是一般來講，有的是那種形式上的論文，熱點論文它占了39%，这個論文是有價值的，因為大家都要引用，它有原創性，是這個樣。那這樣的，你看占全世界的39%，高不高？夠高了。第二，我們來看專利數，中國大陸的專利數累積量已經到532萬件，530件，當然有的專利是也普普的，這不具有這個經濟價值商量。